传我的令，各部抓紧向北渡淮河，与楚军会师，做好进攻梁国的准备。诺！立刻发信通报诸侯，告诉他们，华人一带精兵100万到达淮河南岸，正在渡河，尚有南越兵马30万随后调遣，足以匡正天下。叫他们迅速加盟，从东南北3方面夹击关中。陈兵迈，这！我已向皇上禀报过，看来皇上并不反对启用，估计皇上就要召见你了。袁大人有什么话只管向皇上说就是了。我今天还有件事想告诉你，来，你坐下。晁错说你袁盎，来，你坐下，做过吴国的丞相，而且还私受吴王的重金，并且担保刘濞不会反叛。可今日吴王却反了，于是他要拿你袁盎依律审判。别害怕，老夫已差人将此案的卷宗调过来了。谢谢大将军。老夫欠将军一个情，日后当报。非常时期不便久留，老夫就告辞了。袁大人以后一定要谨慎行事。晁错这个人是不大好对付的。大将军就放心吧。如果栾不肯出山，沿河大局当可稳定，他与我至交，我一定力劝他来辅佐将军。至于晁错，我看已是强弩之末。现在薛范策惹出这么大的乱子，我看皇上也会烦他的。此人不除，天下难得太平。刘濞等欺王肆逆，朕以邈身，介乎重围，赖王师治讨，用挥天序，思宣大化，访诸万民。若愿捐筋骨于官者，君圣之后，许备为西。布告！来看皇家布告！来看皇家布告！刘濞等欺王肆逆，朕以邈身，介乎重围，赖王师治讨，用挥天序，思宣大化，访诸万民。不是我说你，你一天到晚也得干点正事儿。你瞧你，串东家走西家的，像鸡啄米似的。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？啊？小青，你呀，没酒了，拿酒来。要喝酒啊？没有。哎，你再去赌啊！赌输了你就去当。就算姐姐有金山银山，经得起你这么折腾啊！你快给我走，走走走走走！自小养成的坏毛病，到现在你也改不掉。你快给我走！你给我出去，走，走！别在这烦我。姐姐，哎，好，我拿鞋，拿鞋。
啊，那也不是去冒险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母亲她赌赢了。如今你贵为汉宫的美人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是不是？这就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，要做人上人呢，遇到了机会，你就得拿出胆量，敢于下注，敢于冒险。可你要是赌输了，你拿什么钱去还呢？姐，对你来说不能想什么万一，你必须要有信心，必胜的信心。皇上这些日子天天吃不好睡不香，我看连他也没有胜算。正因如此。弟弟，你别说了，姐姐知道该怎么做。驾！啊，栾将军啊！栾将军乃一代名将，身经百战，在下诚心邀请栾将军助我一臂之力。老夫老了，武打中用了，只怕力不从心呐。只是当年跟随我的部曲家兵，现在有很多已经任将校了。我的脑子和嘴巴还能动动。窦大将军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吩咐就是了。将军真是太客气了。我手下兵力不多，只能调给将军车骑5000人，请将军在黄河边驻扎，为我守御洛阳做个平护。我栾姓驾兵还有3000人哦，还能召集河北侠士1000人这样加起来也可以凑到上万人马。谢谢将军。哦，对了，皇上调给本将黄金1000斤，栾将军有需要只管任意取用。最紧要的是，请栾将军守护住黄河码头，保证前线运输畅通。敬谢了，要用的时候我会派人来取的。朝廷已重新启用窦婴，栾部进驻洛阳，周亚夫率大军进入胶东国。不管他，我们进攻梁都绥阳，只要打下了绥阳，扣关函谷，就可以直取长安了。罪臣袁盎叩见陛下。啊，袁盎，你就是袁盎。诺。朕听许多人说起你啊，你也是3朝元老了。罪臣现在只是一介庶民。起来吧。
你曾经是吴国的丞相。那你说说看，这个刘辟，他真能翻得了天吗？陛下，刘辟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老狂人而已，并不具备治理天下的才能。哦，你这样看，陛下，刘辟无非手里有几个臭钱，因此说到底，他所招募的无非是些无赖子弟、亡命之徒、奸邪之党罢了。但是，真正的豪杰之士，哪里是金钱利禄所能收买的？不知曹大夫有何高见呢？臣以为员工的话是有道理的。听窦婴说，你有不战而胜的妙策。陛下，愚臣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不过，曹大夫回陛下。你现在可以说了。陛下，我在吴国多年为相，深知刘辟的实力。他整整经营了40年，他在白头之年举兵，绝非一时意气使然。这场暴乱要想平息，恐怕不是1天2天的事啊！陛下，微臣难得见到皇上，有句话必须面见皇上，但要求陛下先恕臣无罪。可以，你可以说。愚臣窃以为，只要舍去1人，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，就可以安定刘姓宗室中诸王的心。其实，眼前的一切祸乱，都是晁错一手造成的。诸王宗室尾大不掉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啊。治顽疾，须用缓药，急则必崩。晁错依仗陛下的信任，目空一切，刚愎自用，擅乱组织，任用酷吏，罗织冤案，实际是借削藩而经营扩大自己的势力，其用心不轨，与商鞅、李斯如出一辙呀！陛下，天下萧萧，皆为晁错。举国无人不为其可杀，而陛下不除他，那怨恨就都集中在陛下一个人身上。所以，刘辟才有了起兵谋反的理由。所以他才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，用以蛊惑人心。放肆！陛下，虽然就是杀了晁错，也未必能平息暴乱，但至少可以使诸王宗室中骑墙观望者安定。心怀不满者出一口怨气，可以收回天下1多半人心呐！啊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陛下，应该吃药了。吃完药，应该歇息了。申陀，你说这一仗
咱们有把握吗？这仗打下去啊，生灵涂炭。今天晚上去启兰殿吧。做什么养车？没心思。启兰殿。启兰殿。臣妾今日在宫中听到大军开拔的鼓乐，真是威武雄壮。是啊，烽火连天，杀声四起，铁马金戈，上阵兵发。陛下，我之前占卜连治了3次，4次仰面朝天，此战必胜。是吗？可话说回来，我也是做了母亲的人，看着那些稚气未脱的兵士，怎么忍心让他们流血拼杀呀？但是，不经此战，各诸侯国又怎能善罢甘休啊？你说，战能大胜？必胜。是得胜，不胜不得了。臣妾给你唱一支小曲儿吧。玄明月，一字朝夕，促情，今夜雨东方。朕已任命你为奉常。谢陛下圣恩。你带上这个，前往吴楚大营，跟刘弼谈判。领旨。你那天说的，朕也在考虑。
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陛下要臣与吴楚叛军谈判，臣不敢不从命。但是希望陛下在刘氏宗亲里再选一人作为宗室代表，与卑臣一同前往，这样似更好一些。你认为谁去合适呢？德王刘通是吴王刘濞的亲侄儿，位高望重，臣愿与刘通一同前往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陛下是否还有什么口信让臣带给刘濞呢？你可以跟他说，朕对年少时误杀了他的儿子，一直愧疚在心。先行退兵，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。朕正在考虑撤销削藩策。至于还有什么事儿，会在你去的途中通知你的。去吧。陛下，这里又有几份刚从前线送来的紧急军报。说。太尉周亚夫问可否从塞上往山东前线调兵增援，但塞上雁门、渔阳、程部、十部也请求增兵调粮。匈奴大单于10万骑已经逼近了雁门关，右贤王部正在逼近渔阳。哦，这儿还有一份儿。是大将军窦婴派人送来的密报。怎么说？诸侯各国的近况，人心仍在动摇，还有人可能加入叛军，前线的压力将会……下去。诺。不！
像这样超人，这样不行了，绝对不行！你看，这下面这个不能这样。你说说，这天下都被你给搞乱了，都被你给搞乱了。这已经天下大乱了，您看不到吗？曹大人。晁错大夫今天没有来啊？奉太后之命，今天不宣晁大夫到庭。今天朝议，太后也驾临了。现在的局势是很紧张，如何才能稳住大局，稳定人心？今天可以再议一下。陛下，下臣与丞相陶青、中尉陈嘉拟联名参奏御史大夫晁错。怎么说呢？御史大夫晁错辜负天子信任，把持朝政，乱国体以谋私利，肆意更乱组织，擅自削藩之令，引起诸王祸变，搅扰海内不安，实为罪魁祸首，致使宗庙倾覆，祸延社稷。依汉律，擅变乱组织者，罪诛九族。臣叩请陛下明断，着即革除晁错御史大夫职爵，下廷尉署一律审断。丞相陶青、廷尉张欧、中尉陈嘉谨奏。呈上来。
皇上准奏。谁是祸首，就得承担这个责任。不是晁错，那就是你自己。你是要留住一个晁错呢，还是要争取满朝的文武？你是要保住一个晁错呢，还是要保住大汉的江山？你是要死守一个晁错呢，你还是要守住列祖列宗创下的基业？其实这个晁错，也许确实是个忠臣，是，但是他蠢，他犯了众怒。那个刘弼，他是天下知名的大坏蛋，可是你也不能为了一个好人，就杀光所有的坏蛋呢。你想一想，该怎么做？娘，皇儿与朝这，这是御史大夫晁大人的马车，谁敢阻拦？晁大人，我奉谕命查拿侵犯，这条街道已经全部戒严，请晁大人的车驾跟我来。这。晁大人，请晁大人在这里下车，有人在此等你。晁大人，请。是陛下，今天就在这里，与老师喝一杯酒。
这雨下的。臣记得第一次到太子学社奉陪陛下读书的时候，那天也是在下雨啊。是。一转眼20年过去了。下一下雨无妨啊。老师，朕从师20年，还从没有给老师斟过一杯酒。是。臣愧令了。敬谢陛下。老师，您过去曾说，世上对的事情就是对的，错的事情就是错的。可朕当了皇帝，慢慢觉得这世上的事情也不完全是这样，有的时候错的也是对的，对的有时倒是错的。明明是错的，有时偏得去做；明明是对的，有时偏又无法去做。但臣还是认为对的，到头来还是对的；错的，到头来他还是错的。廷尉署紧急判决，并业经皇上核准，判处罪臣前御史大夫晁错以公服腰斩东市，立即执行。皇上传旨，晁错，你就放心去吧。皇上已特旨赦免你的家人，朝廷自会善待你的家人。皇上还问，您还有什么要对皇上交代的吗？今年请求佳节，只可惜臣不能再陪皇上上骊山，听那长空鹤唳了。
御史大夫晁错以朝服被腰斩于长安东市。文帝时代青年政治家贾谊的青春夭折，与景帝时代晁错这位杰出政治家的蒙冤而死，成为文景时代最著名的2大政治悲剧。驾！小吏恭迎七使德侯及奉常大人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立刻换马开饭，我们要赶路，要快，要快。诺。驾！驾！驾！大人。晁错已被朝服腰斩于市。此地离吴楚大营还有多远？不到1天的路程。吴楚叛军已突破梁军防线，已进逼梁都绥阳。我们快走啊！今晚连夜赶路，明天一早一定要赶到吴楚大营。看来皇上也是破釜沉舟了，杀了晁错，撤销了削藩诏令。可悲啊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听说刘启让你当上了宗正，贵为九卿，哼，不错嘛，你出息了。请伯父理迎皇帝圣旨。侄子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寡人马上也要称帝了，那就是东帝。你说我还迎谁的旨啊？啊！伯父，皇上已杀了晁错，也废除了削藩之令，还赦免了诸王起兵之罪，也算仁至义尽了吧？大王何不见好就收？难道非要闹得不可收拾吗？你这个笨蛋！你难道真不知道吗？数十年来，还有一样东西是你伯父一直想得而没有得到的吗？什么东西？天下。寡人现在让你好生回去，回去后问问刘启老儿，这样东西他肯不肯给我？给，就天下太平；不给，那就只好刀兵相见了。袁公是出了名的聪明人，想当初名将周勃、丞相申蜀家，都曾经在袁公的手里栽过跟头。哎，我们大王非常赏识你，认为你是大才。在你面前有2条路，要么留下，大王任你为中军参军，主持军务；要么就杀你的头，绝不让你回去。袁公要好好考虑考虑呀！啊，大王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我应高还是劝袁公一句：良禽择木而栖呀。应先生，我们都是老朋友，我也有一句话想请你带给大王：月盈则亏，物极必反。目前吴楚军事虽然鼎盛，但老臣来时听皇上说，朝廷已经将李广、程不识的塞上军纪调往南方。一旦李成部与梁王、周亚夫、窦婴、栾部诸部会合，吴楚联军是否还有绝对的优势呢？皇上既已杀了晁错，又撤销了削藩令，大王何不给皇上一个人情？即使不做皇上，又何妨称霸东南，做个东霸呢？哎呀，这水都泼出去了，难道还能收回来吗？以我们大王的圣明，难道看不透刘启那小子？他杀晁错、罢削藩令，都不过是为了争取刘姓宗王们的缓兵之计而已。一旦联军各反其国，他就可以从容运筹，各个击破。就是他手里不能解决，只要名分在他手里，下一代他也要让我们
断子绝孙。是啊，虽然晋军的前景尚不能看清，但罢兵的结局都是一清二楚。你现在没必要为我们做筹划，还是先考虑阁下自身何去何从吧。刘通在哪儿？代王已经像赶狗一样把他赶回长安去传话了。代王让他告诉刘启，袁公已降吴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再考虑考虑吧。我们都是老朋友，我已吩咐下面，不拿你当俘虏看待，只当客人。我一家老小都在长安呐，我的后路都被你们断了。两位，哟，司马校尉，两位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呀，不辛苦，喝点酒，喝点酒。哎呦，拿着，拿着。这，我来替你们的班。哎，好。袁大人，袁大人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我谁都不认识。袁大人，贵人多忘事啊。我实在是不认得你啊，袁大人，你还记得贵府上的丫头莺儿吗？莺儿，对，那是贱内。哦，看着面熟，莫非你是？我就是当年跟你家莺儿一起私奔的那个贾童啊。哦，原来是你呀！你们跑到吴国去了？嗨，也是没办法呀，大人。您说吴军能胜吗？胜不了，皇上已调塞上汉军南下。现在啊，皇上杀了晁错，一些亲王也会罢兵退出反叛联盟。再打下去，胜利一定会属于朝廷的。大人，您是个好人呐。当年我跟婴儿私奔时，被您家卫士抓到，你没有责骂我们，还放他跟我走了。小人一直欠恩公一个情啊！哎呀，此一时彼一时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大人，我来安排一下，我引你逃走吧。走吧，大人，快走吧，走吧。快走！汉军救我！汉军救我！汉军救我！将军救我！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朝廷奉常员啊！快带我去见你们的头领！把他绑起来！不要动手！不要动手！我这有天子亲授的朝廷诏书啊！那，你跟我走吧。这，将军是哪部分的？我是李广。哦，失敬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将军。幸会幸会，将军不是屯驻在雁门吗？我昨日还在借将军的虎威吓唬吴王呢。难道你的部队真的都来了吗？哪里有兵啊？朝廷只不过把我调过来。雁门那边现在也吃紧。袁公，你与晁错积怨多年，这次杀他肯定是
你的主张。天子的决策岂是卑臣可以操纵的？皇上竟然也这等幼稚！怎么会以为杀了个晁错，人家就会善罢甘休了呢？刘弼老贼觊觎皇位已经不是1天2天了，如今大半壁江山已握在他手，那做皇上的瘾头就是8匹大马也拉不回头啊！哼，拿晁错的一颗脑袋能代替江山吗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晁错有罪，天子正行，并不完全是给七国看的。七国借诛杀晁错为名犯上作乱，皇上高瞻远瞩，看得很清楚，果断处理晁错也是深思熟虑的。现在，七国已经揭去了伪装，天下看得清清楚楚，正义在朝廷一边，从此朝廷将以义击报，岂有不胜之理？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嘛。大王，我还有重要军情要向皇上禀报，能不能立刻送我回朝面见皇上？我自己人都不够，哪有人送你啊？你就问问这位飞将军是否愿意帮你的忙吧。李将军，起来起来，有重要军情，马上出发。前面什么人？站住！前面什么人？站住！站住！站！陛下，虽然吴王不肯罢兵，但是臣以为滚吧！陛下，公公，快去禀报皇上！我奉梁王之命，前来禀告前线战事。你要见皇上？我可跟你说啊，皇上刚发完火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？公公，前方军情火急呀！谁呀？启禀陛下，卫尉李广求见。李广，让他进来。诺。末将李广奉梁王之命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叩见陛下。睢阳城危在旦夕，睢阳若破，叛军就可直扣函谷关，唇亡齿寒，长安就危险了。梁王请求陛下火速调派援军。你就是名震匈奴的壮士李广。
是。一员猛将啊！朕知道你是前朝名将李信之后，听说你神射功夫十分了得，天下无双啊！承蒙陛下夸奖，末将不敢当。起来。现在正是用得上你本事的时候啊！你好好干吧。诺。李广，你来。李广，正问你，睢阳那边对朕杀了晁错，有些什么说法？末将只是一介武夫，对政治上的事一窍不通。当前吴楚两军攻势凶猛，臣在睢阳参战时，见梁王带着梁军在城外击毙，与之会战，连杀了7天7夜。陛下拨给梁王的骑兵也伤亡惨重，致使梁军不得已退进城中，借助高墙深垒与之相持。而吴楚叛军人数众多，日日夜夜轮番攻城，梁城中的守军死伤殆尽。现在，就连梁王宫中的妇女和宦官，都已被韩安国编入了守城的队列，与吴楚叛军决战。到了这个地步，那城里吃的、喝的都还有吗？粮食和水储备还够，只是将士们的箭卒消耗的太多了。韩国让人们用棉被和战袍挂在城垛上，用于吸附敌军的箭头，可是数量十分有限。那还能坚持多久？半个月？陛下，恐怕连10天都难。朕知道了。这个周亚夫已经平定了山东4国，很快的，周亚夫的主力就可折回睢阳。那太好了，我马上回去把这情况报告梁王。末将告辞了。哎，等等。李广啊，刚才正问你杀晁错的事，你为什么要回避朕呢？啊？陛下，说实话，晁大人死得冤呢。末将以为，朝廷此举并没有起到休战的作用，相反，叛军以为朝廷软弱无力，气焰反而更加嚣张起来。末将还以为，大敌当前，朝廷应该更加坚定地削藩，坚定地评判这样晁错晁大人，才是死得其所，以一人之死换来天下人的良知，这样朝公的在天之灵也能体会陛下的一番苦心呢。陛下，末将放肆了，死罪。你的一席话，如同是晁大夫的明命寄语。春托，赐酒1壶。诺。
朕是虎门无犬子，朕晋升你为骁骑都尉，归周亚夫部属。谢陛下。造一座亭子，名字就叫望鹤亭。吴楚联军攻破了梁军的防线后，对睢阳攻势十分锋猛。万一睢阳失守，洛阳方向也将陷入极大的危险中。那补给线就危险了。末将于叛军厮杀后赶到，吴楚联军现在战力非常的彪悍，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啊。目前战场的形势确实是敌强我弱，我军加上梁军不足10万，而吴楚联军有20多万。如果目前正面对战的话，我军会寡不敌众。我想，这个梁都城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不经打吧？啊！朝廷先前曾经花了大本钱在那儿，就说睢阳的城池只有京都可以与之媲美。在眼下的这盘棋上，我要让睢阳城的高城深池代替20万的大军。这吴王刘濞，他想啃下睢阳这块骨头。不崩下他几个大牙，那是休想。所以，我的战略是以睢阳为诱饵，吸引敌军于城下，死打硬拼，顿兵错锐，逼迫敌军拉长他们的供给线，为最后的决战赢得时机和条件。一旦条件成熟了，我汉军要倾其全力，一鼓作气，一战而定天下。那条件什么时候成熟啊？你有什么高见吗？太尉，说，梁王已多次求援，您都不予理睬，别人都可以拿来当诱饵，唯独梁王，他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，东宫太后的心尖尖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大汉就亡了。年纪轻轻的，哪里学的如此世故？我要告诉你，本太尉治军，那是一视同仁，我只对战争的全局负责，不会考虑谁是什么新奸介。那这个责任由本太尉负责。既然皇上授予我指挥大权，我只对皇上负责，对战争的全局负责。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要砍的也是我周亚夫的脑袋。你又想家了？
再过几天，我陪你一起回长安去。真的？我的铁骑10万，不日就要南下，直取长城。到时候，我带你一起回去。咱们也到未央宫去住一住。大单于，奴才有急事禀报。什么事啊？汉朝国内局势已突变。啊？周亚夫已平定山东。单于，你看，你看。我早就料到这些王爷都是绣花枕头，外边好看，里边软。现在的局面是，汉廷已经放弃了和谈的幻想，决心以武力戡乱。大皇帝已经连续颁发了几道诏书，周亚夫部已平定了山东，回师河南。大单于，奴才还听说窦婴栾部在稳定洛阳之后，正沿着黄河东进，巩固山东啊。赵王那边怎么样？赵王原打算配合我军夺取云中、代郡之后，与我匈奴铁骑联兵南下。赵王他现在在哪儿？赵王军破之后，已龟缩回邯郸。邯郸，我早就说这些王爷都是猪，就这些猪，他们还想造反，还想争天下。真没想到，诸王相约各不同心。齐王、淮南王临阵背约，胶西王见周亚夫大军一到，不战而降。现在只剩下吴楚一路孤军被困睢阳。吴王那个分晋合击会师洛阳，进取长安的计划已完全破产。幸亏我大军还没有大举进攻，没有和汉朝撕破脸呢。大单于，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进退自如，进可以夺大汉的江山，退可以做大汉的亲家。奴才还有个主意。你说。我们的大军现在已部署在长城之前面，使汉廷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何不趁此时派使者去汉朝，请他们送一个真正的公主来？这是个好主意。周亚夫那边有新的军报吗？还是那份，陛下已经看过好几遍了。打仗正是外行，可做看客，朕还是看得明白的。这次周亚夫不走大路出函谷，侧其道而行之，避开了吴楚的正面，从蓝田出武关，直去山东，3天3夜。出现在冀北叛军的跟前，神来之笔。是啊，陛下，冀北4国的叛军已经不战而降了，但是梁王还是派人来催，说是周亚夫按兵迟迟不动。梁王说他那里要顶不住了。他顶得住，别理他。这些奏报要保密，免得搅得人心惶惶的，特别是太后那边，绝对不能知道。奴才明白。您放心。寡人派去求援的李广回来了没有？大王还没有消息。难道他被周亚夫给扣下了？大王，战况如何？突入东关的叛军已被击溃。臣已部署将士们修补城垛，准备再战。好，
好啊！那个狗娘养的周亚夫，至今没有他来支援我的消息。大王，这几天来，吴楚叛军的锐气，臣感觉明显有些低落呀。是吗？正是如此。好，好。刘辟这个家伙也尝到了我梁国将士的厉害，再派个人去催周亚夫的援兵吧。梁王派下官再次持报太尉，吴楚叛军已多次突破睢阳城围，现在不断以重兵架云梯攻城，城中箭士不足，士卒劳顿，睢阳危在旦夕。梁王恳请太尉火速派兵向我军靠拢。你梁王打得不错，本太尉知道了。你还有要说的吗？梁王问大军何时可到睢阳？梁王派下官来此的同时，已向皇上和太后派出了红领吉使，所以还请太尉三思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梁王要本官转告太尉，如果太尉拥兵擅权，导致梁都城陷落，那后果……你是什么官衔？小吏是梁王府詹事。一个小小詹事，也就是年至800担吧，你竟敢出言不逊，冲撞本太尉！下官虽然直觉卑微，但下官奉命传的都是梁王的话。哼哼，好，我周亚夫受大皇帝命统帅全部汉军，而你呢，一个区区800担的梁国詹事，竟敢在我这里干预军机！来呀！太尉，拖出去，打15军棍，以明军纪。诺。太尉，太尉，你的打的不是下官，是梁王，你打狗也得看看主人。再有不听我的指挥，擅议军机者，本太尉格杀勿论。你们去吧。诺。太尉，外面有个客人要见您。滚！我什么人都不见。来人说，他您不会不见。哼，笑话。他是谁啊？他说他叫巨梦。巨梦，快请。太尉，还认识小人吗？江湖上谁不认识你大侠巨梦啊？你来得好。吴王起兵东南，竟不用你大侠巨梦，没出手他已经输一半了。你何故来此啊？是栾部将军叫我来此觐见大将军的。巨梦愿召唤吴越游侠归训朝廷，以助大将军平叛。真是太好了，亚夫得你巨梦一人，又等于增加了10万精兵啊！大将军谬讲了。不过这次巨梦还为大将军带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谁啊？太尉请看。江东大入未晚，你怎么把他请来了？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啊！把这个车棚给我掀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掀了！魏老夫子，亚夫这里有礼了。大将军别来无恙。来，请。哎呀，魏老夫子，请用酒。好酒。魏老夫子，现在两军相持，你对形势有何高见呢？
将军当前真正的忧虑何在呢？吴楚联军兵多势大，是我军的数倍。而梁王呢，一日三番地敦促我出兵救援。那皇上的意向如何？皇上的意思，我实在是捉摸不透。按说梁王是他的亲弟弟，可皇上每次来召的时候，并没有特别催促我立即援梁的意思。皇上高明啊，大将军！如果现在就催你与强敌会战，万一一战而败，不要说睢阳城将破，就是函谷关、长安也保不住了。不要说皇上不催你，就是下金牌来催你，大将军你也不能听啊。将军应该想到这一点，不要太多顾忌。尽管放手，按既定的战略去作战。先生所言极是，我这下就去了一块心病了。但是交持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。这打蛇呢，必打7寸。吴楚联军人数虽多，但是也有7寸之地。这7寸就是2个字：粮草。常言说，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；手中无粮，心中大乱。吴楚虽有100万大军，我想那也不可一日无粮啊。妙啊！寡人倒要看看刘武这犊子能撑多久。命令全军轮番冲锋，给他来个车轮大战。大王，重兵屯于坚城之下是兵法大忌。那按你的意思，那寡人还要退兵不成了吧？年轻人，你有何高见？不妨说来听听。末将以为吴国步兵较多，有利于走险路，那么这样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。末将以为我军东进时从城池经过，而不去攻占他们，快速推进，只取洛阳武库及敖仓的军粮，凭借洛阳居天下之中的优势的地理位置而号令天下。这样，即使不攻入函谷关，而天下的大局可定。假如只为了夺一睢阳，久拖不决，久必生变，则大局败矣。你们以为呢？在这座城下，我军死伤数万，如果捞拿不来，岂不让人耻笑？不要被眼前的一点困难吓得不知东南西北。对，两军相逢，勇者胜。刘武那小子就要撑不住了。你们都知道，寡人做事不做则已，做就一气到底。传我的命令，我们一定要冲进睢阳城，临阵动摇者斩。首先突入睢阳城的，不管是官是兵，赏黄金1万两。属下参见将军。听说你是韩王信的儿子？是的。你擅长于骑兵作战？过奖了。本官现在要你去办一件大事，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信任。你看，怀泗口是吴楚叛军屯军粮之地。你现在立刻带3万精锐骑兵部队奔袭怀泗口，消灭叛军运粮队，然后烧掉叛军粮仓，一定要把叛军粮道给我截断。属下遵命。李广，你还是杀回睢阳，给梁王送封信。你放心，今天晚上我连夜杀进城去。你把皇上的一道口谕传给他，出发吧。诺。末将李广求援归来，叩见梁王。李将军，皇上有何旨意？
皇上传旨，嘉奖我全体守城将士。皇上没有提到派兵援助的事儿。据臣所知，皇上手下没什么兵力了，连身边的警卫军都派给了周亚夫。啊？可是这混账周亚夫为何按兵不动？这皇上就没问一问吗？皇上有一道口谕。什么口谕？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皇上的意思就是他把战争的决策权都交给了周亚夫。太尉他还让末将把这封信交给大王。您看，啊，务请梁王再坚守1个月，吴楚必自乱。混账周亚夫，他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见死不救啊！总有一天，我非灭他9族不可。大王，您是干大事的，坚韧方能成其大业，祸兮福所依呀。你这个老家伙什么意思？大王，只要我们能坚守住，平乱的头等功臣就是您大王啊。那依你看，我们还守得住吗？臣以为吴楚军已困，肯定能守得住。哼，哎，哼，你这个老滑头啊！好吧，我就把你当个人质。若是城在你人在，若是城师被攻破，我先千刀万剐了你。如果城破，老臣自然是难辞其咎。好。